大家周末好，欢迎回到交易之刃，从数据出发到实战中去。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讨论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市场上真正的风险是什么？是回调的风险吗？还是盼回调的风险？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会跟大家分享，尤其是从金融行为学和心理上交易心理上跟大家去讲，为什么盼回调它的风险是非常大的。那么呢，今天的内容呢也是非常多。我除了我们对市场的观察，还有我们对仓位的一个更新。那么平常的话，很多朋友留言说我们视频更新的太不频繁了，要多更新那么是这样的一个，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平常晚上白天一天做完之后，晚上再去做很多功课，然后制定第二天的交易计划。那么这个时间就比较晚了那么晚上8、9点钟，中午时间8、9点钟的时候，如果再发视频，就一个是比较晚。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比较辛苦，比较累。这个就在我们平常我们的更新包括我们的策略就在 Discord 里面更新了。而周末的话呢，就尽量把这信息综合在一块儿我们做一个稍微长期一点的，或者说更多干货内容，就是策略内容分享的这么一些视频。那么也听到了大家的需求，所以在下周的话，我们很多个股的一些分析走势。交易计划呢，我可能会变成以视频的形式，那在周中呢再更新，争取再更新2次。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计划吧。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不过它是付费的，大家看好，随时就是同样的 link， 你随时点击，随时进出。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好几个内容。那我们开始呢，进入今天的视频。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今天除了概览以外牛熊分析，我们有新的数据更新。那么最后到金融行为学分析，讲解风险的由来。那么首先概览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当下市场中这礼拜其实是一个偏弱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就是说 AI 的 Sentiment Survey 它是一个散户的一个指标。那么散户这个指标呢，我们可以说到现在这个牛非常牛，它是个牛，6月14号是最牛。那么整个到现在呢，下周这周是跌了一些，其实看牛的人是逐渐减少的，所以呢，这对于市场的行情来说是有利的，或者说利多的那么这是个利多的，所以说现在来说，从这个行情来说，现在是有一点点冷却，其实是对后续再继续上涨是有帮助。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 NAIM 的 number， 它是一个基金经理人的仓位调查。那么这个仓位呢，其实已经掉到非常高的，那么大家都是跑步入场就怕错过，所以呢，现在能买的基金买的仓位已经进去了。好，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之外，我们来看看市场中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看到就是市场资金的流向，美银给出的是这 5.4 billion 是到这个 bonds。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还是从这个 money market 的钱是往外出，那么这礼拜稍有不同，都是小幅流出了股票市场。那么在上2礼拜看到巨幅流入股票市场中，我们是非常能明确的理解到，其实大量就是4000K 的一个调仓包括你身边的工作的朋友们，他看市场涨这么多了之后，他有这种疯魔情绪，认为牛市回来了。那么这个时候把之前存的那些现金仓位开始选择进行调仓，我会调。而这个调的过程中呢，每个这个基金或者说公司给出的这个咱们退休金计划，它有的是当天调，有的是隔一天调，有的1礼拜才能调一次，它不一样。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情绪出来的时候，它有一延迟。所以这延迟出来之后呢，会出现一段时间大规模的一个对股票的一个配置或者说从资金从这个现金出来。那么市场的拉涨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是逼这些现金出来，叫嘎空手这个不叫嘎空头，嘎空手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发现其实进入债券市场的资金是增加了，我们后面会分析债券的走势和它的一个机会。好，那么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是被广为流传的，就是一个标题，就是我们说的做空美股的量达到1个 trillion。这个地方的数据我没有找到任何数据的这个来源，也没有看到哪个可以做的地方，因为这类地方我们对于做空的量来到最大，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底部，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说明做多的力量也是最大。为什么呢？因为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一个多空配对多空配对的这些机构，他们在做多和做空的时候也说明什么？说明很多人在这里面去提炼所谓的阿尔法，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大量的做空贝塔，也就是市场中的股指相关的这些股指。那么这个是数据什么时候的？
我也不知道，因为很简单，就是我们的 short interest，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做空仓位的更新，它往往要延迟2周到1个月。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做空的数据，其实我们能在大众看到的时候，都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延迟。如果现在是这个数据是来自2周以上的这样一个数据，那么意味着我们所看到的还是不太一样了。所以这个地方我是有一个对这个数据的存疑，或者说对它的一个分析。那么后面呢，我们会再从其他数据角度来说，看一看跟它有什么不一样。好，我们进行一个多空的分析。那么这次多空分析呢，不是我诚心写成这样，我们的分析从来没有说我认定了一个多或者认定了一个空，然后呢去找我能支撑我的观点，没有，我们都是一个对市场一个平静的观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非常什么呢？非常平衡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叫多头，我在想趋势向上。也可能。那么如果我们说均线多头排列，那么这是一个多头的一个理由。那么除此之外，我在找看多的一些理由呢，我可能非常勉强。比如说比特币现在是有一个热潮出来，那这算不算是大盘看多的理由呢？我觉得在我们分析过程中，如果是这么牵强的话呢，我就觉得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理由。而看空的话，我们这样看，首先我们看的是 AI Sentiment Survey， 就是个体投资者、散户对于市场的情绪是非常多的。所以你在身边上，你可以看到你身边的朋友们，他们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也好，就是包括投行也好，对于最后的这波冲涨，其实大多数人不是错过就是做错就是很少有真正你能在盘整之后突破上车且一直拿住的。就是我觉得下一期可以跟大家直接讲一讲，我就复盘了很长时间这一段的走势。那么历史上出现过这样的吗？或者说未来再出现这样走势我会怎么做？其实结论是我认为其实对于我来说也很难完全吃到这个全鱼。再出现类似的情况，除非你能知道结果，也很难做这波。所以市场上的这个情绪，大多数人就是错过或者做错的时候，现在的情绪如此高涨，大家都在等一个回调进行买入那么这样的话，从情绪的角度来说，这是个偏空的。第二点呢，我们从资金的角度来说，股票市场上最大的购买力，也就是这一波起初咱们看这个4月份的横盘，其实有非常大的卖压，而这个时候不断有横盘，也说明买入的资金接住主要是靠股票回购，因为股票回购在之后会有收税会有一些其他的情况。那么这段时间的股票回购非常凶，但是在6月15号之后，市场进入了股票回购的一个窗口期。那么这个窗口期意味着股票回购的量会大幅的降低，尤其是股票回购的大户，我们指的大科技和大银行，那么这段时间就会比较脆弱。大家可以看到债市没怎么涨还是跌的，但是股市却暴涨。那么这就会带来什么？养老金调仓。养老金一般来说就是64调仓嘛，64的一个调仓。我们说什么是叫64调仓？就是60%的一个60%的一个这个债，或者40%的股或者反过来它的这么一个仓位控制。那么养老金上你债如果跌多了，然后为了维持这个比例，所以养老金的调仓是从股市要流出，因为它要去买债，进行一股到债的这么一个变化。所以养老金在月底之前会有29 billion 的调仓。所以今天我们 mark 也就是这个周末我们最后一天的这个 market on close 叫 market on close 的这个单子可能有负的6 billion， 还是很大的。这也体现了就是市场上要调仓的一个需求那么另外的话，我们说情绪上另外一条就是盼回调的情绪来到，我不知道这个指标能不能做出来，就是历史几大吧，反正就大家特别盼回调，都希望回调上车。散户跑步入场那几个标志，一个是盼回调之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小股票操作比较多，还有就小期权，这些量都是在增加的。所以说我们市场的这个热度散户对于市场的一个关注又重新增加。那么宏观货币政策呢，现在的话仍然是紧缩，那么这一点其实对市场的长期来说仍然是不利的。那么衍生品市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期权的数据整体上看是极度贪婪，所以这个地方期权的数据大量的都是做多，也就是靠。
然后呢 VIX 极低啊，期权价格极低，同时就是卖靠的人也非常多，这些都是以看多啊，或者说卖 put 说错了，卖 put 也非常多。那么这就是同时以这个做看多或者说做多的这种方式而产生的一种现象啊。那么最后呢，我们再说的是夏天6月、7月、8月的时候，市场上流通性相对会低，那么也会增加市场上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好，那么总结下来说，就是很少有的这种现象，就是牛端没有什么牛，就是基本上全部进入了熊端，也就是我们在市场中我所能分析到的所有的维度，不管是资金的维度，不管是技术分析的维度，不管是基本面的维度。那么我们说基本面的话，市场上在年初的时候只有高盛一家是看多，其他都看空，而且给出了非常不同的目标价。那么最牛的一个算高盛，那差不多4300到4400，4300是他给出的一个就是极限非常牛的一个案例。那么向下的话有3000多、3200，那就多了去了。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即使是按最牛的对市场估值比来说，这现在都是已经超过了，而且对于很多的基本面估值来说，现在的股价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吸引力。所以我们整体上来说全面是看了一个熊，就是因为市场上的所有的数据也好，情绪也好，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来说，你是很难找到特别多对牛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客观的看，我所能分析到和看到的市场中面对的一个现在的一个处境。那么下面呢，我跟大家分享的将是一个就是继续更新这个交易机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标准普尔极低的波动率现在怎么样了。我们上礼拜呢跟大家分享了标准普尔的极低波动率。那么我们在这个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做了一更新，就是上礼拜的时候我跟大家更新的是这个操作。那么上礼拜更新的操作是差不多 2.5% 的一个操作。那我这一对呢，就是当时这个8月的425、455，它价格是7块7，现在大约6块多左右，意味着我上礼拜的开仓都是水下。然后这礼拜呢，就是同时在给它10月份的继续进行470、310、460、400这样的一个更新就是再次做了一个什么呢？做了一个压注。那我们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比如说看到现在这么一个机会，那么我看到的是这个期权的这个价格或者说 IV 是极低，那么我看到极低的情况下，它代表它一定马上涨吗？其实不代表，而且代表它说是有没有可能会横盘好久把我这个双开打掉呢？也有可能。所以说我在处理的话，我会在7月中以后，如果没能走出，我们这样找到，如果没能走出单边超过 2% 的这么一个波动，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就要止损了。所以这就是我在现在这个仓位的一个更新。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它的这个期权的定价是更低了更低了。那么现在这个期权就定价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低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也是我跟大家讲到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是风险。那么就是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当下期权，我会把这个图放到这边来，我们所看到当下这个期权的这个定价在现在这个位置上，因为卖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们在这个里头进行一个操作以后，我会继续维持我大约 15% 的仓位，然后我会一直更新。因为我知道就是大家这个焦虑，就是我们的交易者是必须要吃大肉，而且是买了之后就得大涨大吃肉那么这样的话呢，你要是有波动的话就非常难受了。因为现在还算不错，因为是亏的，如果要是涨了，一涨出来或者说赚了钱了，那更难受了，还得问怎么办，卖不卖啊？就怕这个跑了。所以我觉得我会更耐心的持有的时间长一点。因为我们从一会儿再分析技术分析，就从我们现在期权的定价上来看，这里应该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非常不错的机会。因为它来到了一个定价极低的一个区间，它就是容易出现大的震荡。那么这个大的震荡就是如果下跌的过程中可能挣钱快一些，如果上涨的过程中呢，那就相对来说差一点。好，那么这是一个交易机会。那么我们再看后面的一个交易机会，就是关于国债。那么国债的话，这个地方好久没有更新了，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利率的倒挂来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状况。那么长期国债的这个地方其实还能往上调，其实无所谓。我们其实看到就是短期的国债其实有非常大的向下的这么一个需求。
那么这个就是指的这个短期国债，指的就是美联储的一个货币政策。还记得当时在年初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地方下跌的时候，大家在等什么呢？就很多人都在其实讲的非常好，就等一个货币政策的转向。那货币政策转向了吗？货币政策没有转向，但市场已经涨了这么多了只会带来的是这种荒漠的情绪。所以说现在的话，这种衰退的可能性是在增加的。当然你可以说这玩意儿没用但是我们说在市场上走成这样的一个倒挂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后面往往都不是特别好的结果，而这事实也是这样。那么所以说现在的话，我需要看到的是对它短期国债的这么一个调整。而同时我们看到，除了养老金的更新以外，我们也看到就是一些交易策略上对国债的需求也是增加的。我们可以看一看国债的走势，我们来分析一下。国债呢，我往往都是用 TLT， 因为 TLT 是30年和10年的混合，也就是20年的这么一个混合的这么一个标的，但实际上它又要分红，它又有这个混合，所以它这个其实走势不是那么精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下市场国债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比较强的支撑，加上我们说有在鹰派的一个表现，那么对于整个市场来说，这个100附近就跌不下去了，我们仍然可以在这附近进行一个适当的一个持仓。那么你说这是不是能继续喷上去呢？我也不知道这个由市场来判。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仍然对于这个国债进行一个操作，可以做一个102或者100的这样的一个 put spread 来做一个不断的做一个收权利金的这么一个动作。那么整体上来说，国债对于我们来说差的这个机会并不是非常差，所以我在今年的很多操作都是在操作这个国债。好，回到技术分析，我们看纳斯达克100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周线图。周线图这个地方冒出去了之后，它出现了一个回调，那么我们说后面的话就会出现一定的，我们的预期是它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波动那么这个比较大的波动的话，我认为是这样的，先是沿着这个50线继续向上沿着50线继续向上的话，我们要看一看它会不会形成类似于顶部的这么一个结构。这是我们第一次的 deep 我们是第一次的 deep。 那我们来看看30分钟30分钟的话，这个30分钟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第一次的一个比较大的 deep。 那么这个地方你不管是说我们的调整比如说已经结束了，那么这是30分钟的，那么这个地方比如说调整结束了，或者再向下再调整一段，它都是很容易比如说再被买上去的再被买上去。那么如果这里再被买上去，我们说这样的风险才会增加，是因为你现在的这个地方再买上去之后，那么这个位置是否可持续就要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当下市场中这些所有的信息如果都指向偏弱的情况下，你还不能完全说这个就是大跌，而是让它去让它简单思维，让它先上一段之后，后面的风险才是一个比较大的。所以看到的是现在是任何我们说冒出去之后的结果都不是非常好但是它呢又走出了一个什么，它又不是这种直接一个段冒上去，它中间还给你停了2-3天它又停了2-3天。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是停了2-3天的话，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判断，就是当下这个市场这个位置上是直接跌破还是再弹上去。我觉得再弹上去的概率也不小也不小。那么下个礼拜的话，我们看一看有没有所谓的爱国盘出现那么它的向上的一个弹上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市场上的风险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释放和增加。好，那么最后我们讲到就是我们真正的风险在哪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从牛熊市的定义。那么很多朋友他说牛市就技术上嘛，涨得多或者说跌得少，那就称为牛市熊就是涨跌得多涨得少就是熊市。或者说我们用一个区间我们用均线来看牛和熊，就是看它均线多头排列就是牛市，然后空头排列就是熊市。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认为说牛市它和熊市有个非常不同的点。我们把市场呢可以分成4个动物，它分别是牛熊，这是一个多头和空头，还有就是一个什么牛市的盘整区称为猪盘，猪和熊市的盘整区称为猴盘。所以我在对这个市场中我更倾向于猴盘，就是因为牛市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才称之为牛市。什么叫大的特点称为牛市呢？就是一个是牛市必须有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二点是牛市有个特别大的特点，不是涨，牛市的最大的特点是稳，就是它不会有非常大的波动，它稳稳的给你涨，然后呢一个闪崩或者说一个快速下跌我们可以看图看图，牛市中的稳是什么？它会一直涨，涨的会非常多，那这样的稳定的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稳定向上的增长，然后有5%左右到7%的回调，而不是这种疯涨或者是什么大跌。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任何一个熊市中，不管是像22年的这种走势，还是我们回到2001年也好，08年也好，或者大的一些回调中，往往做空的难度也不小。为什么？因为这种反弹的力度也非常强。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牛市，因为在一个稳定的市场中，你的策略，不管很多朋友他说是卖期权卖期货，尤其是卖 put 的人非常多这个位置上卖 put 的人就是把它当做了一个牛市或者说稳定牛市来操作的。而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稳定牛市来操作，那么会面对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当下市场中是否能是一个稳定牛市。如果是稳定牛市的话，那么你在这个位置上等到回调买多的时候，它的风险的这种释放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我们可以说，当我把这个系统关掉，大家看这个裸图，它的一个快速上涨快速上涨，这里是一个非常尖锐的上去之后，它的一个 buy deep， 你可以 buy 一个什么所谓的 deep 没有任何问题，你可以买 buy deep 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在于说，你对于当下市场，那它的如果出现了一个向下的回调，你是多深去掰这个 deep。那么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如果在这个位置上你就可以在这掰 deep 的话，你必须设好在这里的一个非常强烈的防线。那么我们可以用到我们的EMA 的这个生命线，也可以用到5日线，都可以。你生命线5日线都没有关系，但是你要设定好一个非常明确的出场。而如果要是你在 buy deep 没起来之后，一旦向下形成快速的一个下杀，那么你在这样面的这些全部会变成套牢盘，而再往下杀的过程中，要出现这样凌厉的下跌的话，你又是变成了一个什么？吃多的时候没吃进，是说吃汤或吃肉的时候没吃着，挨打的时候整挨一顿胖揍。所以我们看到的买点、看到卖点、看到警示点、看到高风险点之后，一路上来之后，风险都是在增加的。虽然说趋势仍然是完好，虽然说我们这里仍然是多头排列，但是你要小心的是什么？我们看到大家看这样的一个走势，一旦走出加速再向下的一个走势，它是可以跌的，而且可以是闷的非常厉害，就是它一个阴线可以把前面全部闷住了以后，你这些就走不了了。因为你这里不是还 deep， 你看这个地方是 buy deep， 你这不是还 buy deep， 一直都 buy deep 直到它走出一个加速，那你后面这个 buy deep 就不 work 了。还有我们看到就是20年之前也是有一轮爆冲，我印象特别深，当时认识的朋友就是一直都在等，觉得很贵，就是这块18年出来之后，这个高点卖出了之后，这一轮没吃到之后，这一个回调之后，就在这个位置上特别明显的就在这个位置上买入，其实跟现在非常像，就在这个位置上进行买入之后，也吃了一波之后，但后面你看这个一跳空，它就没机会出了，等到真正再出的时候，差价就在底部里头给买了这就是我们交易过程中的人性所造成的，就是我们往往是在市场上涨的过程中变得无比的贪婪，而且在我们市场上涨的过程中，你会成为一个所谓的价值投资者。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看到特斯拉在这一波疯狂下杀的过程中，我们说了这里有发大财，但是有多少人听得进去呢？听不进去，因为我们这儿买的价格也在120、130之间，它最低能来到103。我第一仓开的时候在140，大家想想那个压力多大呀！140多开的仓位，它最低能将近102，那将近是能亏30%多，这是一个非常难操作的地方。而这个地方你在看多的时候，没有人会告诉你说这个地方会涨，而是说就算涨也是个反弹，因为趋势是向下的，没错吧？大家说趋势向下的，然后看10看15的都有。然而反而我们在这样的走势过程中，大家都说了逢回调要做多，特斯拉是好公司，我们要长期持有它。那么恰恰是进入了一个叫市场的反身性，就是当你涨得非常多的时候，你反而会有更多的一个
信心，而且市场涨得非常多的时候，市场的筹码反而不容易换出来。为什么？因为大家反而惜售，不愿意卖，因为我持有的最好的公司，我持有它能涨到1000，涨到800，你可以往高了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市场风险就会在这里出现。为什么？因为一旦向下出现向下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这些人又都被套住，他又出不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特斯拉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件事，上涨的过程中一旦出现比较大的下跌之后，就需要一段时间对筹码进行洗礼。那么又是疯涨之后，又是出现时间洗礼它的筹码。那么到最后这一段的话，可以说是登峰造极。所有的负面消息来之后，大家再坚持，你再去抱团取暖没用，因为券商会平掉你的仓位。而到现在我又看到类似的一个想法，就是当市场上涨的非常厉害的时候，大家都等待着一个是回调买入，并且要长期持有啊，这个时候要做价值投资了。大家注意，当我们市场在这个位置上是一个非常高估的状态的时候，你的价值投资应该到它一个相对低估的状态进行买入，而不是在当下这个位置。如果你在这里买，可以持有很多年，绝对是可以出水的，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如果这个地方真的出现了比较大的回调，如果真的是去了更低的点数，你是否能，你的精神上，你的操作上，你是否能扛得住市场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呢？所以我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小的频道，我正在这儿可以跟大家说一些我认为对的话也不至于说咱说误人子弟，或者说瞎说，而是说我们面对市场现在这个行情，我所看到的真正的风险并不是回调，而是盼回调。所以回调一旦上来之后，你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止损，你所面对的这种压力就是空前的那么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非常非常想要去强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事情那么后面的话大家请看一下，就是我们这里是我们 Discord 的一个二维码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我们也有各种的付费服务，不管是 Discord 还有我们的这个指标还有课程都有但是呢我在这里呢就不做一一介绍了。那么今天呢，如果大家喜欢的别忘给我们意见3连，我们下周再见，这周就说到这里，拜拜。